爸，无论如何，今天这些亲一定要相完，必须给我带着后妈回来。大哥，俺今年38，俺说彩礼啊只要38万，可俺是3婚，还要再加30万。我就一个要求，你得随我儿子姓。大叔，我对你很满意。小姑娘，不好意思啊，你太年轻了，咱们俩不太合适啊。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有你照顾我奶奶1年4季的吃喝拉撒，我放心。等我奶奶100年之后，遗产都给您。我对这小子挺满意的。奶奶，你怎么了，奶奶？他这是急性羊癫疯，需要放平急救，赶紧打120。大哥帮忙打120。喂，120吗？这里有人晕倒了，你快派人过来。哎，接我奶奶衣服做什么？现在需要保持他的呼吸畅通。哦，好。这些老年人没脸没皮，大庭广众之下能干这种事儿吗？你怎么这么龌龊啊？人家那是在救人，也不嫌脏，一股老人味儿，倒是显得太好心了。赵不凡，我跟你的相亲到此为止，请你离开这里。快帮我把他的嘴巴掰开，他要咬舌头了。好，奶奶。张国栋，张伟全。谢谢。张老师，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您除了会种地，还会急救。哦，以前医生离得远，都会学一些保命的常识。哦，我得赶紧走了，要不赶不上回小河村的末班车了。我送您。不用，村里面路不好走，给你的车剐了蹭了就不好了。我走了。嘿，回神了。圆圆，你说的相亲，不会就是和个农民吧？胡说什么呀？我倒是希望我的相亲对象是他，善良、正直、诚恳，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福气。我看你真是疯了，那么多青年才俊追你，你居然要找个农民，还是个大叔。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再见到他。爹，你说我爹怎么回事？我努力考学出去，不就是为了让他在田间别那么辛苦？我还说给他找个对象，好好照顾他，结果他头也不回，直接回村里。张总，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安排的相亲人选不对啊？你说的对。张总，有个综艺要和咱们谈冠名，您看您要接吗？什么综艺？黄昏对对碰，一档给中老年人相亲的综艺。快，叫这人进来，赞助我们全包，就一个要求，给我爹找到老伴儿。这水稻长势可真好啊！看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呢。老张，你不是去相亲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哎呀，这不是水稻快成熟，我得赶回来选配育种吗？比起大城市里的热闹，我还是觉得这田间地头啊更适合我。怕是人家没看上你吧？我还寻思呢，是儿子接你到城里享福去了，他咋没开车送你回来呢？嗨，他要送来着，我没让他送，坐不惯那车。照我看啊，就是儿子混的不行。看看人家老钱，哪次从城里回来，不是儿子开着豪车给送到家门口？就是，要是儿子有实力，谁爱种地呀？早到城里享福去了。成天守着这破水稻，能有什么出息？老张他不会以为靠种地就能发家吧？哎，你们可别小看这水稻，要是种好了，能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吃饱肚子的。哎，
我说你一个老农民还吹什么牛啊？你看我儿子他所在的农科三福马上就要和漂亮国金融国际合作了啊！他们要引进的那什么转基因种子，到时候你这一个老农民，你想种地都没得种了。这不是胡闹吗？这转基因的种子一旦进入国门，将会让我们国家的土地3年之内颗粒无收啊！真是胡闹。吉姆，你突然和农科三福合作的原因，方便告诉我吗？哎呀，放松点，国栋，只是技术交流。况且，我也并不是因为你儿子才跟那家公司合作的。希望如此。进入华夏市场可以，但不要想着霍霍我们的土地。什么话你？啊，我后天到华夏，方便看一下你最新培育的稻苗吗？我可以花2亿来购买1株。不方便，我也不会卖。你要是想见我的话，我们可以约在城里。好，希望我们能够早点见面。好。喂，爸，后天有没有时间来趟城里，我带你去参加个活动。后天？行，刚好你帮我把3轮车开回来，都放在修理厂好多天了，我还得用它干活呢。好。子文，接你爹回来了。啊，兄弟，混了这么多年，连个车都买不起，咱们村的孩子还是那老钱头的儿子有出息，开着什么劳斯沃斯，好几千万呢。一会儿啊，我儿子就开车过来了，我让你们看看他那车头上的小金人，那纯金的。爸，你说家里豪车那么一堆，你非得用这个破玩意儿，老稀乎。你那些豪车一陷到泥里边就出不来了，还是我这个老家伙事儿，劲儿大。要我说呀，你这些老东西啊都得淘汰，到时候漂亮国那一体化设备进来之后啊，你们这些老农民也要淘汰。你个臭小子，我送你出国是让你学习的，不是让你去忘本的。哎呀，跟你说不通，我去村口等你。你个小兔崽子！哟，老张，那你儿子怎么跑了？是不是看到我儿子感到自卑，就先躲起来了？哈哈，这也是啊，这我儿子开的这车头上的小金人，这都值几十万呀。那够子文在城里不吃不喝攒10年了。爸，低调，毕竟啊，这几千万的车，这小金人啊，不值一提。老钱，只要子文他在城里面过得好就行，这豪车什么的都不重要。这还装呀？那当年咱们村的村花选上了你，那你光会种田过不上好日子，那还不是跟有钱人跑了啊？那你说，那你天天鼓捣那些啊，你整这些有什么用？天天啊，老钱，你怎么把我的稻苗给拔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是育苗的关键时期？他花费了多少农业劳动者的心血？全世界就那么几棵，你凭什么给我拔了？这几棵破稻苗啊，这满山遍野都是，我拔你几个怎么了啊？我把你这整个院子的都给拔完，你给我住手！爸，没事吧？爸，老张，你敢推我？完了，这车是老板的，这让我怎么给老板交代呀？老张，你是不是看我儿子开着豪车，心里嫉妒，故意把我推倒，撞到小金人的？老钱，你不应该拔我的水稻苗子，在我眼里，这个车标一文不值。
但是这些水稻一旦育苗成功，将会培养出更多的新型水稻，能让我们的国人都吃上饱饭呐！你这几个破稻苗怎么能和小金人比？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想赔就是了。老叔，以前我咋没看出来你这么奸呢？啊，这50多万，今儿我不管你是卖地还是卖房，1分都少不了。50万，这么多？50万，你不是说你的稻苗很值钱吗？啊，你赔不起，把你的这片稻苗都给卖了。你们都不能动！张叔，你是不想赔钱是吧？那么今天我就让全村的老少爷们们都出来看，你老张头表面老实，实则心里尖着呢。就是啊。这么晚还不进去？老板，你们在干嘛？我让你开车来接我爸，你用豪车欺负他是吧？没有，这史文就是你说的那个身价500亿的老板。哎呦，老张啊，哎呦，你看咱街里街坊的啊，你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一般见识。张叔，今后我们一定低调。喂，小范，是啊。哦，对了，张总，东西给你带来了。张总，爸，看啊，专门为你上节目定制，快换上，别一年四季就穿这一身。我这衣服怎么了？吸汗又耐磨的，就适合我们劳动人民穿。那谁，把车拿去修了。是。爸，明天我换辆车再接你。快换上啊！爸，我约了金龙国际的静，我约了他整整1年，你今天可不能给我捣乱啊！我就不陪你进去了，好好参加节目。我呀，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啊？关于爱情。你个小兔崽子！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三福集团全资赞助的综艺现场。是啊，要不我给你也报名参与一下？你别看现在台上尽是一些小老头，真正的大佬还没有出场，是总冠名商亲自给报的名，这身份绝对尊贵，对你的事业绝对有帮助。事业跟幸福不能捆绑，钱重要，但是朴实诚恳的人更重要。你不会还在辩解之前那个大叔吧？行，你先看着，我去跟主持人对下台本跟流程。好，关键。张老师，您怎么来了？哦，我还以为不会再见面了。我来参加个活动。你也是来综艺相亲的？一会儿那个流程就到了。敏敏，那个女人是谁啊？怎么这么受欢迎？那个可是我们节目的收视保证，据说也是为了神秘大佬来的。可惜他的初恋是一个什么叫张泽栋的老隐隐。跟我也报个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型中老年相亲节目《黄昏恋对对碰》，现在请男嘉宾们进行自我介绍，进行第1轮的互动了解。不是活动吗？怎么又变成相亲了？我叫王长楼，今年55，退休教授。我的退休金随便花。我叫高明，今年48，全国连锁饭店老板，包你下半辈子吃喝不愁。
大家好，我是吴华，我是中医世家的传承人。你们都知道，中医呀是人越老越值钱。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最值钱的时候。我叫张国栋，今年45岁，是个农民。不是说男嘉宾的质量都挺高的吗？这怎么还混进来一个老农民呢？那他也是高中，农民怎么了？他儿子有钱不就行了？你不嫌弃农民，那你选他去种地去过苦日子啊？我肯定选他呀。国栋，当年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没钱，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看着你辛苦。我现在已经离婚了，咱们可以在一起吗？以前的事情不要再说了。子文说的惊喜，不会就是郑若兰吧？哎呀，国栋，我知道你还在怨我，那要不然让我女儿和你那个养子他们俩结婚，咱们亲上加亲，也好培养感情嘛，是吧？哎，你打错主意了，我真的是没钱。孩子的婚姻和幸福是他自己的，我也做不了主啊。看来我们女嘉宾很主动的。这样吧，让我们报一下叔叔们的固定资产，也算是给我们女嘉宾一个参考了。没想到国内现在男性质量这么高了，那张国栋一定不差，说不定还在国外有庄园。我可终于要过上富太太的生活了。下面让我们继续播放张国栋叔叔的资产证明。张先生，您看我还有机会吗？我可是国栋的初恋，他上这次节目可是为了我，有你们什么事儿？没想到张老师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怎么样都配不上他。哎，他身上也没有写你的名字。哎，我们在座的都有机会。再怎么样，我也是第一个选的。我是第一个选的。哎，这些都不是我的。让我们热烈欢迎最后一位神秘男嘉宾张风华叔叔。他和我们的张叔叔、郑阿姨都是同学，也是为初恋而来的。郑涵，国栋，你没事吧？没事。下面让我们继续播放张国栋叔叔的资产证明。老张啊，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呢，穷的一眼就能看到头了。这还真是个实打实的老农民啊，郑女士，那我就不跟你争了啊。张国栋，这个臭农民就是没有钱人。主持人，我要换心动男嘉宾。他一个臭农民，别把你那个穷病传染给我，脏死了。郑阿姨，你已经选择牵手对象了，就不能换了。是他冒充有钱人骗我的，我才是受害者。我回国是为了享福的，才不是跟这个臭农民过苦日子。还以为你图他年龄大，图他不洗澡呢。张老师虽然穿的朴素，但打扮的很干净。你又没给他睡觉，你怎么知道他身上干净不干净啊？郑若兰女士，我没说自己有钱，明明是你贪图我的美貌，冒充我初恋风华，我才误会的吗？张国栋啊，你这个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呢？若兰，我今天就是奔着你来的。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你，能不能牵个手啊？根据节目规则，每到换选环节就不能更换牵手对象。主持人，就按照郑若兰女士说的办。
张叔叔，根据节目规则，如果没人选您的话，您就无缘后面节目环节了。没事，按照节目的流程走吧。老农民，我可要劝你把握好这次机会，要不然灰溜溜的退场，那可是要在全国观众面前丢脸的。就是，还有谁瞎了眼会看上他呢？这几位姐姐都是有眼光的。张国栋啊，从小跟我是同学，他的爷爷、他的爸爸都是农民，到了他这一代，那也是3代贫农了。主持人，尽快开始牵手环节吧。看来这小姑娘是迫不及待想退赛了呀。美女，你要实在不想找这个老农民的话，你先退赛。下场以后你把微信发给我，我私下联系你。这老不正经的，我就喜欢你这样幽默的人。我对你这种人没兴趣。圆圆，她真的是一个只会种地的农民，一点背景都没有。你一个身家千万的女总裁，你可千万不能跟她牵手啊！要不然你爸非把你腿打折不可。我知道。顾小姐，你还年轻，不要因为节目而勉强自己啊。天浩，你这是以退为进啊！美女，这老农民可会骗人了，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说不准他这是 CPU 你呢。放心，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选择跟一个老农民吃苦的。也行。还剩最后10秒钟，让我们看一看最后一位女嘉宾的选择。10、9。不用等了，我要选的人就是张国栋，张先生。完了，这下全完了。您确定选择这位男嘉宾了吗？我确定。这个如果兰阿姨明明说好收了钱选我爸，一直不选，反倒是这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一直选我。这个好像是上次来找咱们合作那个小公司的总裁，但是您没有接见他。他不会是知道我爸真实的身份，所以才一直选。哎呦喂，美女，你这口味真是独特呀！这么多好的你不选，选了个扛锄头的，怎么？你是想跟他回去体验一下施肥闻闻味儿啊？舒服了。顾小姐，你选我不怕被他们笑话吗？张老师，您不用在意他们说什么，能跟您牵手是我莫大的荣幸。圆圆，你真是魔怔了，你最好祈祷你爸别看到这场直播。搞什么名堂？我女儿在相亲节目上选了个老头，这不胡闹吗？小王，你现在立即去给吴敏打电话。我顾建军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老头子。是。张老师，您不用在意他们说什么，能跟您牵手是我莫大的荣幸。圆圆，你真是魔怔了，你最好祈祷你爸别看到这场直播。搞什么名堂？我女儿在相亲节目上选了个老头，这不胡闹吗？小王，你现在立即去给吴敏打电话。我顾建军的女儿绝对不能嫁给一个比我小不了几岁的老头子。是。既然他不想让我在节目上难堪，那我也不要让他为难。好，大家稍安勿躁，大家现在只是初次牵手，下面让我们进行的环节是男嘉宾才艺表演。女嘉宾满意则拍灯，不满意则灭灯。你这个土包子敷洋酱吧。臭种地的老头能有什么才艺？难道表演一个现场投递吗？
好，好，好，叔叔您放心，我一定找机会去劝圆圆退赛。在场来的男嘉宾都家境优渥，才华横溢。这一轮过后，圆圆一定能死心。才艺展示环节现在开始。天有传花有你的呀，花别就这也算才艺呀？哼，一回我让你们知道什么是云泥之别。一群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哼！若兰，我保证一回让你身心愉悦。风华加油！张风华叔叔要展示什么才艺呢？我要展现的是钢琴。我就说，只有张风华这样的才能培养出来张子文那样优秀的儿子。这一看就是大师级呀！风华，你好厉害呀！有2个地方弹错了。你说什么？你这个臭农民，你连钢琴都没有碰过，你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在这丢人现眼了！快说！刚才说什么？你个臭农民！你说我弹错了啊？刚才你弹奏的那首西班牙奏鸣曲，右手需要用高速的琵琶音覆盖6个八度，并且配合左手的低音旋律，而你弹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和弦，并且第2节的第5个音还弹错了。老师，您还懂钢琴？以前参加过文工团的活动。胡说八道！我就问你，你上！这位先生，这里是现场直播，不能动手。圆圆，你在这儿就护上了。咪咪，你是学过钢琴的？张老师说的对吗？他说的确实专业，不过我一个钢琴8级都没听出来什么问题，不会是那个张国栋不懂装懂吧？你4个大家你就能说我弹错了？要不你来，你弹一个。就是，别在这儿吹牛了，你行你上啊！智生生可能已经不适合弹钢琴了，这些年一直以来都是为种子付出。怎么了？啊？不敢啊？怕露馅呢？要不这样，你就承认你刚才是胡编乱造啊！你就承认你是一个种地的废物，我就饶了你。要是没有农民耕种，拓展农业技术，我大夏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吃不上饭呢。这个臭农民都谈到民族大义上了，哎呀！你呀，你行不行？你就承认自己有这么难吗？主持人，我认为张国栋是在故意为难别人，像他这样满口谎话的老农民就应该直接退赛。小妹妹，你跟一个底层人，他能帮你什么呀？等退赛后，你找哥哥聊聊，哥哥帮你。你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有身份的话？
装腔作势。张国栋，想要英雄救美，得有真本事，别走在女人背后啊！啊，这绝对是国际大师级别的水平。圆圆，你家这大叔……哦不，这老师绝对是个宝啊！咪咪，我就说我没有看错人吧？我爸会弹钢琴。进。张总，吉米先生来了。对比他巅峰时期，是差了一点点呀。你认识我爸？这让人震撼的音乐，没想到张先生的棋艺如此高超。他什么时候会弹的钢琴？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张老师，您弹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就是随便弹弹，没给你丢脸吧？没有，弹的特别好。这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也不知道他给这小妞灌了什么迷魂药。会弹钢琴又怎么样？还不是个丑。还得是像张风华这样有钱才行。你口口声声说张老师是个臭农民，那你可知道，要是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你现在连饭都吃不上。这位女士说的没错，我们种地了怎么了？喂，节目第2个环节改成种地。这儿。你瞧不起我爸，那就让你去他田里，切身实地的感受一下种田的辛苦，好好给你吃点苦。主持人，第2环节改为种地。什么？第2环节改种地？大人物也来参加了节目，会不会引起他的不满？难道张国栋真的是三福集团总裁郑子文的父亲？导播，一会儿大屏幕播放最后一个，让农村内来。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嘉宾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我们将随机挑选一位嘉宾的生活环境前往进行下一个环节。这节目组搞什么名堂啊？之前从未有过这种环节。请看大屏幕。哎呦，这都什么垃圾环境呀！哎，哇！哎，要是以后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那后半辈子怕是不用愁了呀！哇，这家境，我老高实在是比不上啊！低调，低调。好。节目组疯了才会选这样的地方，看着就脏。我倒是觉得张老师的家里干净整洁，肯定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接下来展示女嘉宾的生活环境。一群土包子，一会儿让他们看看我漂亮国的别墅，一顿惊掉他们的下巴。啊！我去，新时代独立阿姨呀！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快看看我。这是漂亮国的底特律，1美元就能买到一栋房子，但是要付3天价的维修费，骗傻子的。阿姨玩的真花呀！
别不是交不起物业费，回国找冤大头啊！好，男女嘉宾的生活环境已展示完毕，接下来请工作人员上台为嘉宾戴上眼罩。大家猜一猜，我们会去到哪一位嘉宾的家中呢？说会不会去你们家呢？想也不用想，为了提高收视率，也要去张风华家呀，多气派！要是一会儿去我家呀，你看我让那个凑种地的怎么出丑。好，哎，说你带这个还挺带感的，晚上带着。死不正经的！哎呦，有点黑，我不太习惯。哦，那你扶着我点儿，这样会比较安全。现在节目组将带领男女嘉宾前往目的地，老师小心。这个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好像是我家呀！你个老东西，你不装你会死啊！三福集团赞助的节目能到你家鸟不拉屎、臭气熏天的地方啊？笑话！就是肯定是风华家的院子吧？我已经闻到泥土、花草的香气了。张国栋，一会儿睁大你的狗眼，好好见识见识吧。各位嘉宾，我们已经到达现场，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骡子，看看什么叫气派。哎，风华，怎么了？我去，还真去那个农民家了，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你看那张风华脸都绿了。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叫做同心协力，让男女嘉宾去体验农民平日的生活。种地？你跟我开玩笑呢？这位嘉宾，请你冷静一下，这都是节目组的安排。风华，这节目怎么这样？竟然把我们带到这臭农民家里，一股臭味儿。农民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还说闻到了花草的香气，觉得很好闻吗？ Shut up， 小贱梯子！劝你还是先擦擦手吧，摸到狗屎了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儿子在三福集团那是能说上话的大人物。你让我种地，你开什么玩笑？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下岗？我怎么不记得这号人物？我倒是有些印象，他儿子好像是你们销售部的总监。销售部，你一个小人物都敢这么称我？既然是投资方的要求，就不用为难。你风华，你快打电话给你儿子，这臭烘烘的地方我一刻都不想待了。我要是能让我儿子出口，我就不在这里受窝囊气了。导演呢？你导演在哪？我要跟他谈谈。我就是导演，导演，敏敏不会受欺负吧？我得去看看。哎，张芳华虽然无耻，但他还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为难无名。我们先观察看看。哼，小姑娘，我看你长得还不错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马上把节目现场搬回节目大厅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抱歉，这位先生，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现在是投资方三福集团要求更换场地，如果你还要录制，那节目就继续；如果你不想录制，那你就只好退赛。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这不是的，哎，你张凤凰，你干什么？你要替他们出头是吧？张老师，我没事。放心，交给我处理。张凤华，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对女人动手，你还是人吗？张国栋，你是不是早就跟他认识了？难怪这么生气，是他自己上来打的，是他贱。哎呀，哎呀，风华，你没事吧？哎呀，风华都是为了咱们，你们还不快点上！谁能把他打趴下，我让我儿子给你们100万！100万？哎，还有这好事啊？上！
张国栋，我今天就背上去，给我上！哎呀，我哎呀，让你乱讲话！哎呀，我拉开！什么？敢欺负我爸？魏生，等练完了，我跟你一起去。张国栋是张总人的爹，这要是我看着不管，回头我儿子的工作可能就不保了。二姐哥，国栋好歹也是咱们村的人呀，可不能让城里这几个人给欺负了。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上！哎呀，咋了？哎呀，张国栋，打我！那张凤华会在投资帮爸爸，他受伤了，咱们怎么办啊？明明，都怪我没有拉住张老师。明明，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我可以确认，那张凤华肯定不是投资方的爸爸。什么？快点啊！你们，你要不要钱了？你们，快点把他拉开！哎，你是这脏不脏啊？林月晓，你们这帮刁民呀，欺负我是吧？给我等着！明明是你先动手打女人的，你不要在这颠倒是非黑白。是你先带着这群刁民打人的，摄像可在那儿录着呢。郑若兰，你什么时候变成是非不分的人了？郑若兰，这不是我们村的村花吗？我说看着这么面熟呢。我说若兰呐，老张等你整了10年呐，你当年走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哎，别说了，我当时离开，还不是因为他一直没出息，整天守着这块臭田。张老师勤勤恳恳种地，为的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饱饭。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乃至全世界都做出了贡献。你怎么能说他一直没有长进？别说了，跟他这种人说了也不明白。不非要说。从节目开始，他们就一直欺负人。我今天非要说透彻。郑女士，我不管你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既然你曾经跟张老师有过一段感情，那你就应该知道这片地对张老师来说有多重要。再重要不值钱，有什么用？要是他有风华1半的家境，我都不至于离开。这片地对你很重要是吧？儿子，叫人赶紧过来一趟，定位我发给你了。来呀！喂，坐，站。儿子，先停在那。风华儿子带着人来了，我看你们现在怎么办？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儿子毁了你这片地了。你敢？哟，吓唬谁呢？你就是一个臭种地的！一辈子有什么本事啊？张国栋，看在咱俩是同学的份上，我今天给你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现在就给我跪下来，乖乖的磕头认错。你找这帮刁民欺负我的事情，我可以一笔勾销。那第2个选择，我就铲平了你的地，当做是我的赔偿。风华，你可真大度。我呀，不会白铲他的地，万一他颗粒无收，他饿死了怎么办？哼，这是50万。行了，给你就拿着吧。要不是因为这个综艺，你这辈子都见不到风华这样的人，就更别提这么多钱了。你这地我不卖。你给我等着！不识好歹！张国栋，看看，你没得选。这片试验田马上就要成熟了，它承载了我们华夏人民未来的希望，我绝不能让它毁了。他去干什么？老张，快回来！你不要命了！张老师，走！
停！今天你要想铲平这块田，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张国栋，你真不怕死啊？儿子，给我铲他！怕什么呀？弄他！可不信了啊！他真的不怕死啊？有什么事你老子给你担着！老东西啊，我看是你命硬，还是我的铲车硬？给我上！可不能让张国栋出事啊！哦，哥几个，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呀！对，今天他敢铲老张的地，明天就敢铲我们的。我们农民当真就这么好欺负吗？说的对，现在5把5连的，咱们一块上！老张，我们来帮你。行了，一个个刁民，都他妈不怕死啊！你们几个给我上！那几个老东西给我拉走！干嘛？什么是干嘛？这是干嘛？国产，滚退他！哪怕有我8刀人。Yes。不要！我看今天谁敢动棒！这。爸，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去，真让我猜对了，那张国栋真是张子文他爸呀！圆圆，你这回真是赢麻了。那张国栋那老木头也不喜欢你，要不你攻略那张子文？我看好的只是张老师。张浩，你刚刚说今天要从这铲过去，我在这儿，去开啊。车不错呀，小子不要太嚣张，我儿子是三福集团的。三福集团啊，那你要不问一下你儿子，看看我是谁？张总，我错了，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是真不知道他是你爹啊。陈国华、小浩，你们好大的胆子呀！真是张子文的亲爹啊！张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张总。你们父子二人作恶多端，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而且江城以后也没有你们父子二人的存在了。我错了，天马，张总，你们求错人了。我们同学的班长，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我给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今天我要是个真正的农民，你还会这么求我吗？你们这些人渣不配得到原谅。带走。我错了，张总，站住！爸，他怎么处理？国栋，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我发誓，我这辈子就只有你一个人。张老师是男人，不能对女人动手，但是我能。贱人，你敢打我，老娘跟你拼了！欺负我们家圆圆，你这！那个女孩不会真喜欢你。小兔崽子，瞎说什么呢？大夏背地里研发的新型育种终于被我找到了。劳拉、贝基，我要即刻出发，绝对不能让这种新型稻苗在大夏。是。好，开走远。滚吧！真解气，这下这郑若兰回家，他妈都认不出来。桂小姐，方便进一步聊聊吗？你今天在节目上护着我爸，我打算请你吃个饭，好好感谢你一下。而且你们俩也算是牵手成功，以后也许是一家人。你个小兔崽子，乱说什么话呢？人家顾小姐在节目上是怕我难堪，我跟她之间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哦，
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要不然我们改天再约。好，我送你回去。还看呢？爸，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金龙集团华夏的总裁Jim先生。张先生，你好，我很喜欢你的水稻，方不方便参观一下？方便，这边啊。我们去参观一下，你再等我啊。不就是普通的稻田，Jim先生这么在意。不愧是你的试验田呀，看着就让人心潮澎湃。看完你就赶紧和子博回去吧，你知道的，我是连1粒也不会给你的。大先生啊，你呀真是，哎，你还有脸回来？爸，给我跪下！你是想把我顾家的脸面都丢尽吗？爸，不是您想的那样。张老师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好歹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我宁愿苦管一辈子，也不允许你跟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相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坚持，不要再出门了。爸，小王，把小姐给我送回房间，看好她。是，乔姐，请吧。子文，哇，看来还是得人靠衣装。你说你穿这一身上了综艺，那若兰她，得当我没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今天请郭小姐吃饭，还是得穿得得体一点，不是？走吧，走。哎，来来来，快请坐。坐。这人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来？怎么没人接呀？那个，你们先吃着哈，我开车去圆圆家看看怎么回事。哎，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爸，以你现在的身份，去人家家里不太合适吧？张先生，我敬您和您父亲一杯。对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金龙国际最大的股东 Peter 先生正在来的路上，而且还带来了我们最新研发的新型样本，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更加的顺利。Peter， 你认识？不敢确定。当年漂亮国人有一个就叫 Peter， 就是他派出的间谍盗取了我国杂交水稻的亲本种子，走私给了国外势力，对我们国家的农业水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放心，张先生，我相信啊，这2个 Peter 先生肯定不是一个人。他呢，为人非常正直，绝不会做那些违法犯罪的勾当。而且他在华夏还设立了很多的慈善机构，他的人品绝对没有问题。希望如此，希望如此吧。反正你们国外叫 Peter 的人还是很多的嘛。哈哈哈！来来，干杯！来，干杯！哎，吴小姐，有什么事？哦，我找圆圆有点事儿，一会儿就下来啊。哎，我不吃饭。是我。你怎么来了？还不是你不接电话，一桌子人都等你呢。
我爸不让我出门，我有办法。我车就在外面。爸，你还惦记那个老房子呢？这城里的别墅不好吗？我辛辛苦苦赚钱，就是为了让你不这么辛苦。真怕你这身体扛不住了。我还是惦记我那些水稻。得，我也不跟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我先回去了。把我爸安全送回家。是。不好意思啊，是我来晚了。张老师呢？顾小姐，你这是？要不我们进去坐着聊？事情就是这样，真的很抱歉，今天让大家久等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单独跟你聊一聊。你知道的，我爸这个人非常老实巴交，他这辈子重心都在那片田上。我希望他在这个年纪找到一个伴侣，但是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是我不明白，这话你为什么要跟我说？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我爸？张总，你想的真的太多了。比起他是你爸，他这个人更加的吸引我。最好是这样。静，我可能不能陪你了。我爸急着回村里，我担心张凤华那群人会报复。我去陪他。咦？老师，既然现在是机械化时代，那我们使用机械化不是更方便？何必你非得亲自下地呢？机械化种植固然能使产量更大，但前期投资巨大，地形适应环境差，灵活性不足。而人工种植可以适应任何大小的地块，可以做到因株施策。所以，在这片育栽着多种样本的新型稻苗，只有我们亲身耕种，才能获得更准、更精确的周期和数值。身为农民啊，如果都要享福、怕苦、怕累，又怎能使我华夏成为世界的农业大国？又怎能使全国人民无论贫穷富贵，都吃上一口饱饭呢？张老师的思想果然不是旁人所能及的，这样的男人，不正就是我一直所期许的吗？张老师，哎呀，顾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是想再来多和张老师您学习培育水稻苗的知识，但是要是张老师不嫌弃的话，我倒是可以教你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也希望顾小姐利用这些农业方面的知识，为社会、为人民有所帮助。这两位是这两位是新来的高材生，龚俊、蝴蝶。老师，这该不会是我未来的师母吧？瞎说什么呢？去，上田里观察观察去。这小兔崽子，嘴里没一句好话。看来还是这里更加适合你。张老师，能让我也学一学吗？顾小姐，这种植水稻可不是简单的事儿，你行吗？我行，之前在节目上的时候我就很期待了，要不是因为那群……算了，想起来就来气。行，那我先跟你说说。来，这插秧的株距，还有水肥的调控，都是极其严格的。在杂交水稻的育种当中啊，通常是用异花授粉的方式来得到杂交水稻的种子。传统方法呢，是用竹竿在稻田中拨动稻穗，使副本花粉扬起，飘散到母本上。来，你试试。
用我教你的方法，给水稻授粉。我来。好。哎，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好用力。来，我教你。你看，皮特先生，房间已经开好了。既然到华夏了，劳拉，赶紧给我联系华夏大米头部品商，以后在华夏的市场上只能出现我漂亮国的产品。要是他们不肯合作呢？在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他们不会想要毁了自己的事业。另外，给我找到这个人。明白。皮特先生，此次前来，我找到了2个人，或许在这件事上能够帮到你。哦，皮特先生，这2位跟三富集团有着很深的过节。愿为皮特先生效犬马之劳。张国栋、张子文，你们对我和我父亲做的，我要10倍偿还。圆圆，你怎么来了？你还好意思说？你跟张老师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快活，留我一个人在你家被你家老爷子教训。要不是我问了张总，我知道了，咱们走吧。你爸还让我来给你带个消息，说是漂亮国有一个叫皮特的人，让你赶紧回去想想办法，所以我才必须过来要带你走。皮特，张老师，抱歉啊，我可能得提前回城里了。没事儿，你去忙你的。那我下次再来跟您学知识。行了，别腻歪了，眼神都拉丝儿了。行，天色也晚了，你们赶紧回去吧。哎呦，快走，快走！欺人太甚！可是若不答应金龙国际的要求，恐怕会遭到他们报复。放屁！我们来拿下头部大米品牌，连我们都低了头，岂不会让那些洋人更加嚣张？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报复我顾建军。顾老板，好火气！不过这钱我赚了，别耽误大家上。快闪开！这里不欢迎你们，小王、龙克，你闭嘴！顾老板，我是个小工，你可以不给我面子，不过总不能不给皮特先生面子。原来你们是金龙国际的人。没错，我儿子现在是金龙国际皮特身边的大人物。老高，我劝你识相一点，乖乖的跟我们合作，把你们对外的大米都换成我们的产品。身为华夏人，却为洋人卖米，我顾建军岂会跟你们这群小人为伍？老头，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爸，你怎么来了？快回去！哟，顾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上次你和那个张国栋可是害得我们父子俩好惨。小吴，陪圆圆回去。圆圆，快走吧，你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去找张国栋，他儿子一定有办法。顾小姐，来都来了，不如好好聊聊吧。今天有我在这儿，就绝对不会让你们胁迫我爸。不行，我得赶快找人帮忙。喂，感妞，上次在节目上，人家搞得我好难看啊，这让人算了。张芳华的事不好。
是因为上次我跟他起冲突，他们找顾小姐算账去了。哎呦，你爸今天要是不跟我们金龙国际合作的话，我们就把你们的武昌大米从华夏除名。不行，我得去看看。你们这两个人渣，竟然串通洋人垄断华夏市场，此等卖国行为，就不怕遭天谴吗？天谴？等我们完成了皮特先生的计划，我们就会拿着黄卡在漂亮国享受荣华富贵。而你们选择和金龙国际对抗的话，就等着家破人亡吧你！过几天就是国际稻种选拔大赛，皮特先生要将产品投入到整个华夏。要是你们敢耽误皮特先生的计划，那就找死！有张总的三福集团在，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就凭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就想让劣质稻种涌入华夏，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张子文，你们要不看看他现在是什么下场？张总的集团怎么会？这怎么可能？什么？金姆先生的产品怎么会有问题？我们新进的那批种子在大规模种植以后，土地已经发生了质变，估计再过个1年左右就无法使用了。怎么会这样？喂，是我对不起你。吉姆，你不用多说，这件事情我相信肯定不是你做的。我是真没想到这个皮特还会这么做。这个 Peter， 看来就是曾经派间谍破坏我国农业发展后潜逃的那个。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好，白院长，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吉姆，我相信你。喂，卢书记，我是张国栋，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你出面。张院士，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好。这帮洋人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备车，去武昌集团。这怎么可能？都看见了吧？你们口中的张总已经自身难保了。识相点，乖乖把这合同签了。做梦！我武昌大米就是拼到最后一刻，也不会让你们这群畜生得逞。我爸说的没错，武昌大米一直以来都只为华夏出售最上等的大米，定不会让那帮洋人的垃圾产品顶替我们。我看你们活进来了。老婆，你今天要是不签的话，行啊，来人呐，给我照顾照顾这个顾小姐。我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女儿！干什么？顾小姐上次在节目上不是选了张国栋那个老头吗？既然你这么喜欢我这个岁数的男人，那我就满足满足你。过来！你俩干什么？放开我女儿！我是冲我来！放了他。好啊，那你给我把合同签了。一个，别打！哎！臭人们打我！劳拉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了？老板让你签的合同这么难？合同出了点状况，马上办好，马上办好。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留着你们还有什么用？劳拉小姐，跟我们没关系啊，只是这个老头不识时务，那怎么的都不肯签。不肯签？看来你们的手段还是太轻了。拿着，从现在开始，他1分钟不签，你就砍下他女儿的一根手指。我倒要看看他忍心看着他的女儿变成残疾人。张总，按照在您父亲身边的手下说，您父亲为了救顾小姐，可能也去武昌集团了。什么？
他一个农民去干什么？属下不知。魏成，不能让我父亲出事。是。金龙国际，我三福集团还没倒呢，就算赌上全部资产，也不能让你们得逞。你们要干什么？这是犯法的，我都录着呢。录什么录？看电视剧看多了，吓唬谁呢？啊，儿子，上！王八蛋！你们今天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我让你们都不得好死！没有，你敢威胁我？不要！老东西，刚才这下只是警告，以后你要是再不签，我可敢保证你女儿的安全。王八蛋！你敢？我怎么不敢？3个手再不签，我就让他收拾分家。我不说你们签了吧，那是圆圆的手。哎！不要！2、1，动手！把人给我放了！把人给我放开！出来了。张老师，快走！这里的事跟你没关系，我不能连累你。这边是皮特先生。没事。当然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种地的废物，张国栋！怎么又是你这个老东西？你放肆，在卢书记面前还敢张狂！农科院书记卢国华，他怎么会和张国栋一起过来？卢书记，说脏话不犯法吧？张凤华，我上次就放过你一马，没想到你现在还敢勾结外人，来破坏我华夏的农业市场。张国栋，你别以为你在卢书记面前你就能血口喷人，我们这是正常的商业交流啊。说起来，我还得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我还不能帮金融国际做事呢，我儿子还当上了唯一合法人。哦，可我怎么听说他们的种子流入华夏，我们的土地将会3年不能耕种？卢书记，你可千万别听他挑拨离间呀！哎呀，欺负我！哎呀，欺负我！走吧，我没事。你点碎物啊！你真没事吧？真没事。张人士，这位就是您儿子吧？哈哈，可真是年轻有为啊！你有听我做父的？对呀，他当着您的面打我爹，那就是对您的不尊敬啊！哦，谁打人了？这个，哎呦呦，我怎么没看见呢？卢书记啊，您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跟您父亲一起来的。这位先生，怎么越看越像那位？您还不知道吧？这就是您还不知道吧？这就是卢书记，请您来是处理问题的。对，我现在对你们金龙国际来到华夏合作提出合理的怀疑，你们都给我好好的配合调查。哎呀，金龙国际是国际大品牌呀，你是要什么调查呀？我这收到了举报，就一定要彻查。卢先生，我们不过是通过正当的程序与你们本地商户合作，这在你们国家是合法的。对呀，我们又没犯法，正常做生意嘛，你们不能冤枉我呀！冤枉？你们给商户的那些产品已经悉数被卢书记缴获了。当然，不是冤枉你们，而是你们的产品当中含有严重不合格的化学成分。没错，所以这次我带人来，就是要将所有的参与者悉数调查。张国栋，你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张风华，路可是你自己选的。我爸和卢书记看上去可不像不熟的样子，难不成他们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这位张先生果然如皮特老板说的一样有趣。皮特老板此次特意交代过，想邀请您见一面。对不起，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的阴谋已经败了，你们还是速速离开我华夏。好，张先生拒绝的如此果断，
那1周之后就是1年1度的国际农科大赛，将由联合国共同评选出谁的种子才是最优秀的。到时候我们赢了，你的努力将会付诸一炬。1周后，你们赢不了。张先生很有自信吗？你回去告诉 Peter， 有我在，他的种子就永远进不了华夏。而且，我也会向全世界证明，你们的种子是劣质的。好，我会把张先生说的话转述给皮特先生，到时候谁输谁赢，走着瞧。我们走。老大，你放钱，这就算了。还嫌不可丢人？一帮假洋鬼子，就是好日子过多了，有点得意忘形了。爸，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找个地方慢慢说。好，走。废物，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劳拉，把他们卖到缅国去，也让他们好好反省反省。别的非常饶命啊！不知道怎么的，张国栋和农科院院士一块来了，我们也没办法呀。哦，原来是他，就是您之前让我找的人，我邀请他来见您，他拒绝得很干脆，还说1周之后的国际大赛有他在，就一定会让我们输。1一个农民有什么好邀请的呀？当初我还差点抢了他的田呢。好，既然他不肯接受邀请，那我就1不做2不休。你知道他的小型试验田在哪里？知道，就在他的家里。对，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把他田里的稻苗种子全部给我弄了。这次再办不好，就把你们丢到海里喂鱼去。好，明白了，一定。好了，太好了，张老师给我们的新型种子终于成熟了。多亏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才能培育出如此完美的水稻。有了这些水稻，这次的国际赛事，我们一定打场漂亮的胜仗。对，是。爸，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什么事儿？你怎么会认识卢书记？卢书记还没有现在这般成就的时候，曾经跟着我学习过一段时间。哇，连卢书记这样的人物都上过你家国栋的课。我说什么？还害羞上？我敬您一杯，多谢您。不错，多亏张先生带了卢书记过来。但是他们说的国际稻种比赛可不容忽视。当年就是皮特派了间谍盗取了我国的研发机密，赢得了那场比赛，所以导致了我国在那个年代农业发展落后，饿死了不少人。要不是一交水稻圣手发明了新型的水稻苗，我华夏恐怕还有很多人都吃不饱饭了。一交水稻圣手。哦，我听过这个人的事迹，他创造的超级一浇水稻，每亩产量可达1600公斤的粮食。我们华夏农业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他的这一项技术。没错，要是比赛当天这位圣手能够冲出江湖，我华夏必胜。说起来，那位院士也姓张。哦，是，我也听说过他。不管怎么样，就算那位先生这次不出手，我们也要想办法让华夏赢下这场比赛。圆圆说的对，为了华夏的未来，干杯！干杯！干杯！来，干杯！哎呀，张国栋，我把你稻苗都给你摘了，我看你比赛怎么赢。
谁？干什么呢？我放手！来人抓头啊！来人呐！老师，是我错活，是2个人，我没追上，但还好后天没有被节目损坏。张凤华那2父子，肯定是他们。张老师，我已经第一时间安排人去追查了，可惜这2个人已经跑到 Peter 在公海的船上，我们也就……张老师，他们带走的是已经完全成熟的稻苗，若是只凭剩下的这些，想要在国际稻种比赛上赢下漂亮国，怕是有些困难。若是没有老师您培育出的新型水稻，华夏恐怕是难以取胜的。那也不能放弃。如果让漂亮国转基因的种子进入华夏，我们的土地将3年无法耕种，到时候便不能种植自己的粮食，只能靠进口。要真是到了那一刻，不知道会饿死多少人。可是稻种比赛没有稻苗怎么比啊？哪怕胜算极低，哪怕失败成为罪人，我张国栋也绝不退缩。张老师说的对，只要还有希望，我们就要坚持。10年一度的国际稻种大赛，各国代表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育种技术以及培育出的新型水稻，让我们拭目以待。陆书记，你们来了，你父亲呢？是啊，张老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爸说他有点事儿，晚点就到。哟，这不是顾小姐吗？你那老相好呢？怎么了？不敢来了？张老师肯定会来的。身为华夏人，却站在漂亮国背后当狗，华人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现在逞口舌之快有什么用？等我们 Peter 先生赢了比赛，你们这帮人都会沦为丧家之犬。你说什么？别乱说，别乱说，等会丧家犬要跟咬我。王八蛋！这2个人一定会受到严惩的。哎，要是一交水稻圣手能来就好了。一交水稻圣手，那不就是……比赛即将开始，各国代表请准备好种子样本以及培育出的水稻，准备参赛哦。比赛开始了，张老师还没来，咱们这边怎么办？这次的国际赛事非比寻常，关乎到全球人的命运。终于挑选出我预期的育种样本了，是时候去赛场了。开始了，张老师怎么还没到啊？目前没有到达这里。看来是你们拿来的水稻起作用，干得不错。应该。这次大侠并没有什么名人意识。我看未必，华夏一直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张国栋不来，水稻圣手也没过来，这可怎么办啊？那位张院士会不会来我不知道，但是张国栋老师他一定会来。希望如此啊，不然我华夏将会被人抵住喉咙来喘息啊！那帮东亚病夫着急的样子，真是太好笑了。他们的种植技术都是从我们韩国起源的，能有什么实力？来呢，就是丢人现眼罢了。你们都不知道吗？知道什么？我宣布，国际稻种比赛现在开始。比赛开始了，张老师还没来，咱们这边怎么办？我去。你去，张总，你懂种地吗？那你说怎么办？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爸，张老师，张老师，你来了。一个臭种地的来这有什么用啊？华夏国真的是没人了，居然找一个种地的农民来参赛出丑，真是笑死人了！一个底层的垃圾，竟然也敢来这种场合，真是脏了我们的眼。
农民怎么了？这普天之下，哪一块耕地不是由农民亲手耕种的？没有了农民，耕地将无人维护，几年之内便会陷入全球饥荒。往前推500年，各国水稻的发展也是由农民兴起的，难道你们连自己的祖宗都不尊敬吗？卢先生，光凭嘴巴厉害是赢不下的。就是，嘴上说的再好听有什么用？若是你们华夏输了比赛，还不是要跪下来求我们给你们种子？姚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华夏吗？看来各国的代表都已到齐，那么比赛现在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有请漂亮国进行他们的育种技术展示。那你们输了比赛，看你们还怎么嚣张？没错，既然是比赛，我们就用实力说话。那就由我漂亮国先来吧。各位没什么意见吗？我要为大家展示的育种技术是我们漂亮国的全机械化种植，大家请看。我们漂亮国从种植到收割全部采用机械化，这样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并且采用的是 CAS9 强化品种，不会产生农业性质的损失。没想到漂亮国的育殖技术这么先进，我们银华国看来不必再出丑了。也只有漂亮国这样的机械强国，才有能力使用这样大规模的设备来进行种植，确实是厉害呀。我可以确保技能的稳定性，但这个是理论上的。没想到漂亮国见到这种的品种研发出来了。这样的育种技术，起码可以让亩产量提高3倍以上。各位可还有更好的育种技术，可以上来指教一番。好，别乱说话。我们韩国放弃。皮特先生的育殖技术，我们银华国自叹不如。没想到漂亮国竟有这样的育种技术。难道我们华夏的农业真的要屈人之下吗？他到底是不是那位呢？看来今天这场比赛赢的是我们漂亮国。看来没有其他国家的代表来挑战漂亮国，那么我现在就宣布，机械化种植固然简单高效，但也有着致命的缺点。漂亮国目前的技术和水平全世界第一，你说有缺点有证据吗？这位先生，请你给出证据。证据，我当然有。他们引以为傲的 CAS9 转基因强化品种，对土壤生态的破坏是无法挽回的。这种技术只追求简单高效和抗性，而忽略了长期可持续性。他们的种子简直就是残害土地的毒药。荒谬！我们的种子经过严格的测试，完全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张先生，你要为你说出的话负责任。我现在就可以在现场验证给大家看。现场验证？哼，你这个底层农民一点常识都没有。土壤的改变需要时间，你都不知道吗？我看他不过是狗急跳墙罢了。没错，这最少需要1周甚至1个月的观察期。你既然说现场验证，真是贻笑大方。不需要那么久，我可以加速模拟其长期效应。各位评委，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当然了，科学需要验证，您继续。谢谢评委。上过洞，他真的可以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我爸做什么实验呢，他只会种地呀。那岂不是完了？上过洞不会再逞强吧？哎，他呀，可是我相信张老师，我曾经见过他种植水稻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见过对田地、稻苗比他更为热爱的人。所以他既然说出口了，就一定有把握。爷爷说的对，我们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看结果吧。接下来我要进行的是双向土壤
实验，双向土壤模拟实验。부장위원장님께 샤도샬라시도시게 앙역 테크닉 세마스모。他怎么能是什么院士啊？他就曾经是我一个同学啊，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一个种地的废物。哼，我看他也就装神弄鬼，做做样子。Peter 先生的记录怎么可能出问题？我劝你一句，若是现在出书还来得及，要就是为了 Peter 先生而主搞花样的，何时被联合国追死？是真是假，实验过会儿便知。好，我倒要看看这台上短短的时间，你能弄出什么花样子。看来比赛出现了转折，华夏代表张国栋先生要求现场验证漂亮国的种子潜在危害。是没出问题吧？放心吧，在种植方面，我爸不会马虎的。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将种子放在了液体中？我从未见过这种实验方法。这营养液便是模拟高强度，在单一种植环境下为追求极限高产，而极度依赖农药和化肥的浓缩液。这种环境像 CSH9 这种转基因种子非常适合，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加速了土壤的退化。为了加速过程，我提高了浓度，并且在容器底下加装了微型加热装置，以模拟其耕种的热效应。我们只需要观察数小时，便会看到结果。你们وبرونك تجربة بندق بوغان جادا أصل تجربة وجه لايقة البولشة ممكن أمس. Bulgarya әлгінгі дейін түспейіне отыр. Майданнан түспесін. 若漂亮国的种子真如 Peter 先生所言那么完美，他应该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测试。Peter 先生，你是不是怕了？我怕什么？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魔术来。但是我警告你，若是污蔑，我将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啊！各位请看，什么？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让种子发芽，这简直为所未闻。看，土壤结节严重，水分流失极快，这是典型的次生盐渍化和土壤结构破坏的初期表现。这只是展现了实验初期的阶段，如果采用了他们的机械化种植，后果恐怕会更加严重。届时，良田将会变成荒土，人们将会无地可种，无粮可吃。那肯定是你们农村也有问题，现实种植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坏掉土壤？没错，而且单看当苗漂亮国的品种优势更加的显而易见。关于土壤问题，依我看，分明就是你们的栽赃陷害而已。浓缩液的配方公开透明，是由大赛组委会监督配置，适用于各种追求极限目标的种类。这位选手说的没错，这营养液是我们提前经过核查的，确实没有问题。简直可笑！我们的种子追求的是高产微产，能够解决全球的粮食危机。在绝对的产量面前，一点点土壤管理成本算什么？而且我们有技术解决。张先生，这充其量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种子本身具备的致命缺点。我就不信你的人工种植效率怎么比得上我的机械化？你以为你是谁？是那位传说中的花校一浇水稻圣手张院士吗？也有资格质疑漂亮国的前沿科技？一个底层的农民也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你们口中所说的只会种地的农民，正是我们华夏的国宝级的农业科学家，解决了数亿人的温饱问题。一浇水稻圣手，我们的张国栋张院士。什么？天哪，他就是隐姓埋名的张院士。一浇水稻圣手，我们华夏的国宝竟然是他。张老师，他竟然是……爸，您就是张院士。我早就想告诉你们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我就知道，这气，这风骨，错不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罗书记，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假的，
一定是假的。他明明只是个种田的老废物。对呀，你们两个一再侮辱我们华夏最为尊重的张院士。比赛过后，你们两个将被整个华夏通缉，谁也保不了你们。就算是又如何？你们也不能空口无凭污蔑我们的种子。科学要讲证据，更要讲求结果。你们的育种技术呢？你们能拿出更优秀、更好的种子吗？光在这里说大话，赢不了比赛的。没错，皮特先生说的对，就算你是院士，拿不出针动性，那也是徒有虚名。华夏国的院士难道只能通过牺牲别人的成果进行验证吗？你们的种子呢，怕是都不敢拿出来吧？张院士，您的身份令人尊敬，但皮特先生的话不无道理。您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倘若想要赢得比赛，还必须证明您的种子更优秀。您带来的种子样本呢？这便是我和我的学生用毕生精力培育出的新型水稻品种华夏丰穗。它不需要依靠农药和化肥，在多种环境下都可以稳定生长。你们不是把他的种子和稻苗都偷过来了吗？怎么还有种子？他们是拿走了我的种子，但是我早在稻田里有了新的发现，通过恢复系，也就是自交结种的品种为不育系授粉，成功的发现了新型的3系异交水稻。3系水稻？ ендеше бұл әңгімелердің бәрі жалған болып кеткені ма？ 那你深沉的难过也是装出来的吗？我当时的难过，并不是因为害怕比赛受到影响，而是因为你们破坏了那些强壮的水稻。每一株水稻都可以成为人们救命的粮食，可是你却因为一己私利而将它给损坏。哼！就算你拿出种子，也比不上我们漂亮国的 CIS9 强化种子。你们华夏人注定被我们踩在脚下。张院士，您所说的3系异交水稻有这样的优势吗？这样的种子选育优良组合几率更高，种子成本降低，亩产可以达到1600公斤。1600公斤。 ендеше бұл әңгіменің бәрін алғып шыққаны ма? ендеше бұған берілген орайлар қайда? 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那皮特拿出的种子将是匹夫撼树，与华夏丰穗根本就不在同一个级别上。光会说有什么用？人工种植根本培育不了这样的种子。你们华夏的井底之蛙也敢在这里乱说？我现在就可以证明给你们看，我说的是真的。皮特先生，在这小小的场地里，根本就无法体现他的种子能够亩产上千斤。只要证明不了，那赢的还会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封杀他的种子。哼，没错，结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张国栋，你就等着失败成为华夏的罪人。那么，请张院士为大家展示他的华夏丰穗。太好了，要是他种子有问题的话，皮特先生影响比赛的话，说不定就有可能保驾我们。爸，我们有救了。但是他怎么看起来这么淡定呢？那老东西一定是在逞强。老师，不会出问题吧？放心吧，我爸对于种植方面绝对不会马虎的。没错，我们应该相信张老师。可是我华夏的传奇，他一定会成功的。什么情况？这图怎么变黑了？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我爸他不会这么马虎的，不可能。这不可能。бұл топырақ неге қарайып кетті? ендеше бұның құрамында басқа нәрселер болғаны ма? 这怎么可能？那位可是张院士，他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哼，之前吹得那么夸张，原来以为你研制出了了不得的种子，现在看来不过是跳梁小丑。张国栋，如果你的种子真的含有化学毒素，你会被联合国抓去坐牢的。还说什么院士呢？就知道偷奸耍滑，用化学成分蒙蔽大家的双眼。哼，
华夏风水，我呸！吹得天花乱坠，没想到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老绣花针头。这土壤有点不对。当然不对了，要不是它的种子有问题，土壤怎么会突然变黑了？我看华夏就是不怀好意，想要把这些有毒的种子传播出去，残害其他国家，思密达。张国栋，你今天的表演看来要结束了。主持人，我劝你还是不要摸了，万一中毒就不好办了。这土壤怎么有着更加亲近大自然的味道，而且质地更加松软？哇！你们可看好了，这可不是什么土壤变质，而是我的种子让土壤具有了黑土地的特质。黑土地？怎么可能？这黑土地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哪怕是薄薄的一层，都需要几百或者上千年的时间，怎么可能？皮特先生说的没错，黑土地确实需要很长时间。黑土地是世上不可再生的资源，有很多人还想着去破坏，甚至去走私这些珍贵的土壤。我的种子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减少土壤有机物分解矿化的速度，当大量的有机物沉积和腐殖化，就会形成这黑土地。这些土壤或许和真正的黑土地还有所区别，但我相信，在华夏人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愿望定能实现。真的是黑土地，真的是黑土地。Hard toprak, haydi qimmatlik. Buni hozir kim chiqdi? Bo'lib qamlan. Bu dunyoning taraqqiyatiga nihoyat so'ng tepkilik keldi. Тура, бұл топырақтың бәрі тәңір үшін жазылған болса да, бұда ешқандай қателік болмайды. 放弃？什么黑土地？你们是吃言最狗我的！你们用你的狗嘴尝尝，这是什么？啊！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会输？这不可能！张院士，我是望全世界的和平，天下人们的安危，这种子的技术能分享其他国家。这人想什么呢？这可是黑土地啊！若是华夏独有这种子培育技术，怕是不超过10年就能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这怎么可能会分享？是啊，没有人会这么大度。先生大爷，放心吧，皮特先生的种子真的不会土地，我们联合国一定会验证不的。哈哈哈哈哈！想抓我？做梦！你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张国栋，华夏，你们赢了比赛又如何？区区粮食根本不值一提。带我回去，我会带着漂亮国数之不尽的钱财来破坏你们的农业。华夏只配被我踩在脚下。谁说没有？证据在这儿。我这有皮特种子污染土壤的证据。若是各个国家使用了它的种子，那么在未来3年之内，土壤将无法种植。什么？还有，魏国朴国昌先生和山本先生的交易记录也存在。芥末，你背叛我！我只是选择了对的，丽塔，别再错下去了。我错了，我只是想让漂亮国的经济更加的强大。错的是你们这帮阻止我的人，谁敢阻止我，就该去死！保护张院士，就该去死！这一切都是我错误的相信造成。张先生，我说过，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金木，你，张国华，等候，你们2个人面临的将是死罪，带走。我宣布，此次比赛的获胜方是华夏代表的张院士张国栋先生。这份荣誉
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在华夏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农民，属于和我一起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的同学们，属于所有为振兴华夏农业、为华夏人民端稳自己的饭碗而奋斗终生的人们。